Hello，大家好，相信各位应该也是收到这个邮件了，也是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个邮件啦，因为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玩游戏的那个规律，而且也是看到不少玩家的反应啊，都是反对的。当然，也是有部分玩家是支持这样子的做法的，因为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战斗24小时。那么这封邮件就说到，为了更好的平衡游戏与生活合理安排的时间，他们预计在2025年10月27日开始失落之地剧本报名，根据匹配结果选择部分失落之地开启的部队休整功能的先锋体验。不是每个王国，它是暂时一部分而已。功能持续时间，系统会自动统计当前的角色近24小时内累计进入战斗狂热状态的时间段，当累积时间过长，则限制玩家触发战争狂热功能。详细规则如下：如果你的角色战斗狂热状态累积超过16个小时之后，你的部队就会进入8个小时的部队休整期。部队休整期间无法触发战斗狂热，就是说你无法以敌方部队或建筑物为目标，主动发起进攻、侦察、集结等操作。但如果是说到战斗狂热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驻防自己的城市，或者是驻防自己的旗帜的，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战斗。玩家可以以正常的进行攻击野蛮人、采集、加入集结等操作。可是加入集结不是也是会触发战斗狂热吗？正常情况下，我们加入集结去攻击别人的建筑物，其实是会触发，所以他这边集结有包括什么东西，其实没有说的特别详细。同时也无法使用激战行军功能，处于箭塔形态下携带雁行阵的部队也不会自动攻击了。一般来说，你的远程放在外面，如果进入战斗狂热状态的话，它会自动攻击敌人的。第三点，部队休整期结束之后，系统将重新统计你的角色进入战斗狂热状态的时间。若玩家连续8小时未触发战斗狂热状态，则会重置近24小时内所累积的战斗狂热进度。那首先很明显呢，他们这个执行的方案呢，就是为了要去阻止代打的问题，因为有不少的玩家已经反映说代打是很严重的。但其实玩家更不希望的是限制他们游玩游戏的时间。那其实限制游玩游戏的时间在国服那边已经是实行了，因为国服他们的时间比较统一啊。在之前的影片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在国服中国时间12点到早上8点是可以进行攻击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 debuff， 就比方说仓库保护量提升300%，让你城市里面的资源不会被夺取这么快。联盟旗帜的耐久度恢复速度降低500%，可掠夺资源会在战乱中损失80%。联盟旗帜燃烧的速度降低500%，联盟旗帜的建造速度降低3000%，联盟要塞的建造速度降低300%。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debuff， 但是依旧还是可以野战，玩家也可以正常的去休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其实不会影响太大，只是让那些想要拿击杀的玩家可以去拿击杀而已。不过近期有一个 debuff 做了改动，我忘记是哪一个，但是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这个东西，今天的重点还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正常的玩家来讲，人真的一天的时间24小时之内真的没有办法持续战斗24个小时的，而且也是需要正常的去睡觉嘛。如果你睡觉时间可能比较短，可能6个小时，然后其他的2个小时可能你去吃个饭、去洗澡，都算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他们这样子的限制也不会影响到不同时区的玩家，像是你一样也是有16个小时可以使用，它也是有16个小时可以用，不管你的睡眠时间是在哪一个时间段也好，大家都可以合理的去休息。但是我这个说法也不表示说我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因为之前官方公告发布出来的时候，我原本想着说他们的战斗狂热限制应该是会给玩家一些 debuff 而已，而不是说让玩家没有办法去战斗。因为对我而言，如果是真的限制了玩家能够战斗的时间，其实我们玩的并不是万国觉醒，而是万龙觉醒了。因为万龙觉醒他们统帅派出去战斗是会减少体力的。那我还有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卡开放的时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固定的，虽然是说现在有限制了玩家能够战斗的时间，但也是
有迫使了玩家一定要在关卡开放的前那一段时间一定要去战斗，就是说其实玩家的时间还是需要调整，只是到了特定的时间可能看到多数的玩家都已经过去休息了。还有这样子的系统会不会影响到人多的王国他们会更加有优势？像是这一场 KVK 你们可以看到960就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1093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王国跟他们在一个阵营里面，那谁会想要跟他们打？官方策划他们能不能够确保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双方人数是一致的，否则就会变成说少数玩家的阵营，他们玩家多数到了一个时间点人数就会比较少，又或者是他们的人数根本没有办法维持24小时，就算他们不眠不休也好，但是对方因为他们人数够多，他们可以轮流去休息，他们会有更加好的游戏体验，所以这个是策划他们必须要确保的一件事情，否则只是会再一次的再遇到玩家不想要去打，大家都投票选择跳过这一次的匹配结果。并且老实说，虽然我自己也是不太想要承认其实万国觉醒能够存活这么久，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资源商跟代打。那假设说如果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会不会真的有影响到这些问题？会不会促使到有一些玩家他们觉得说已经没有想要继续玩下去的感觉了？毕竟有一些玩家他们确实玩这款游戏呢，不是觉得说我真的是想要战斗，为了王国为了联盟的荣誉而去战斗，而是为了想要拿到更加多的击杀。那他没有办法提升更高的击杀的时候，可能他最后的结果就是选择离开。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案呢，其实有一点不太合适的地方，就是这限制所有的玩家你们都只有16个小时，就连那些本来都没有在用代打的玩家，他们也被限制了这个16个小时的时间。或许他是真的能够自己战斗24个小时，你们不要讲这个不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战斗超过26个小时的玩家，虽然很痛苦，但确实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战斗的，但我没有在用代打。那间接性这个策略其实也是有影响到我自己本人游玩游戏的体验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应该要限制的可能就是那些有用代打的玩家，而不是所有的玩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其实对于所有玩家来说是不太公平的。或许他们可以做一些系统可以检测到，如果这个玩家他在短时间内，就比方说24小时之内他的 IP 切换太多次，就比方说突然之间从马来西亚切换成新加坡，又或者是更远的地方从马来西亚切换成可能美国，之后再切换成德国，那或许他们才要做出一些行动限制这个玩家他超过16个小时就不能再持续战斗。假设说我在马来西亚，我还是在马来西亚，就算是持续了24个小时之后，他不应该去说我的时间。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他这样子有一点剥夺了玩家游玩游戏时间的权益。当然我也知道16小时游玩游戏的时间，8小时去休息，这个时间是合理的，没错是合理的，但是我会更加希望他们可以逐渐的慢慢去增加这个时间，可能他一开始不要推出8个小时一开始可能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变成4个小时6个小时，最后才是8个小时，而不是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马上就限制说玩家有8个小时的时间不能战斗，这样玩家会比较容易去接受。所以现在已经是有不少玩家在嘲讽了，之后官方会不会推出这样子的功能，就是你必须要花钱去解锁你的战斗狂热。当然那个图片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是大家现在在嘲讽这件事情了。那总结下来，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其实我是保持中立状态。其实我也是能够接受进入休息状态，就是不要给我们战斗这么长时间。毕竟像前面我就有说了，我也是持续战斗超过24小时的人，是真的很痛苦很累的，我也是希望能够去休息的。但是因为王国他们有要求我们必须要24小时在线，所以我才持续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那人也是应该要去休息的，但是我更加多的希望是不要一帮打死所有的人，不是每个玩家他们都有使用代打。就像我前面给出的一个方案这样子，如果看到他的 IP 有一直在切换，那这样子你们才对他进行一些惩罚或者是一些限制，这样子会比较合适一点。否则就是另外一个方案，慢慢增加时间，不要一下子就8小时。那这个游戏其实占大多数的玩家呢，还是一些平民无氪玩家。刚好最近我也是有做了一个数据，就是询问我的观众有多少玩家是真的有花很多钱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1半以上的玩家都是花少数的钱，就比方说他会买每日礼包跟戎马关山，甚至没有氪金的玩家都比起那些氪很多的玩家还要更多，可以看到 29% 跟 12% 还有 3% 的差别。这里投票的玩家总共有600
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统计不算是完完全全的统计，因为在万国觉醒里面有更加多的玩家，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没有氪金或者氪金很少的玩家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这些玩家不太会使用到代打，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相信这里56%加上29%的玩家都是能够接受这一次推出的政策，是那些12%加3%的玩家或许不太能够接受而已。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呢，我还是交给大家决定了，你们觉得官方推出这个新的政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目前还是保持中立状态，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